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。相信看过上一支影片呢，大家应该知道，在我后面的这个二世谷全山滑雪场呢，已经在5月7号最后的结束营业了。所以呢，丹提身为滑雪教练的这份工作呢，也算是正式没工作啦。那在这个北海道的漫漫夏天呢，到底该来做些什么呢？来当农夫吧。没错，在丹提呢，其实刚来北海道没多久的时候，就曾经有个梦想哦，就是要能够在自己家的后院啊，来做个家庭菜园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。那很幸运的哦，在我们搬来现在这个地方之后，它后面呢有这么大一块哦，就是冬天拿来堆雪的一大块空地。房东呢也愿意让我们在这块地上做开垦，所以呢，在去年，也就是2022年哦，大家都还在疫情不确定的时候，丹提闲的嘛，就把我们自己家的这一块区域呢开垦了一下，挖出了一块空间出来哦，让自己可以自爽的过农夫的生活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去年这块地后面的样子啊，我有个刚刚讲到去年呢，其实这块地啊，丹提在这一块地上面呢，大概挖了一个180公分乘以180公分，也就是大概1坪左右的大小。我们呢就开始去买了一堆土啊，然后堆一堆，用大创买的那种，就是一根一根的杆子啊，简单打个桩，围一个防风网，然后就开始试种一下，看在这块可以种出什么东西来。去年其实整体的那个收成哦，效果还算不错。尤其像是番茄啊、马铃薯啊，还有我最爱的毛豆啊，下酒超爱的毛豆。所以呢，今年呢，我们就决定扩大经营。那在早的我们4月在雪开始慢慢融化，这个后面大概都还有1米高的雪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家里已经先育苗了。然后呢，趁着雪一融之后，我们马上就搭建了后面这个温室。等一下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。那地板呢，我们也做了一些防杂草的措施。那今年呢，就打算把这个家庭菜园的规模越搞越大。好，那在北海道呢，因为每个人呢，其实在自己家里都有他们的家庭菜园，所以呢，在春天的时候，这个育苗中心还有这些卖这个家庭菜园资材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大家在春天都必去的地方。那等一下呢，也会顺便带大家去参观一下，因为丹提也要去买一些土啊，做这个家庭菜园其实最大的花费就是土，那个土啊真的是40公升40公升一直买啊，你怎么买都觉得不够。那回来之后呢，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后面的家庭菜园。那我们就先出发去育苗中心吧。
北海道啊、超市啊，或者是这种米其林 IKEA 在卖苗的地方，他们的纸箱呢都是可以免费索取的。这个好像是北海道独有的吧。好，回来了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小菜园吧。今天是5月13号，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气温大概是20度，里面的温度呢，就大概有25度左右。那这是我们今年重点培育的项目，就是草莓。那其实去年我们也有种了一些，那也有结果哦，它已经结了，好，这边已经有开花了，那这个花瓣都已经掉落了，那我们也已经就是帮他们，那个叫什么？这个呢就是1、2、3、4，至少会有4颗之后就结果了。那这一株是我们去雪印买来的苗，所以它长得特别的大。那后面这1、2、3、4、5，生命的神奇，它们呢都是去年埋在这边的地上哦，大概到我们家2层楼高的雪所埋住的草莓。春天的时候雪融之后把它挖出来，再种下去，它们现在都已经长得很好，一片一片的绿叶都已经长出来了。那后面这2盆呢，我们现在在室内呢已经育了一些苗，就是丝瓜。之后他们会坐在这边，我们会让他们开始爬藤。哦，在北海道基本上是吃不到丝瓜的，所以丹体非常的期待，看能不能种出自己的丝瓜。这个就是小黄瓜啦，这个也是我们重点培育的项目。那他们呢，一样是在原地被高高的雪埋住过冬的芦笋们，在春天之后啊，他们就会突破这个硬硬的土地，然后长出来。哦，现在长得很高，它们真的是长超快的，大概1个礼拜前还只有这样子，那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。基本上它是第2年，所以大部分的芦笋都还是不能吃的，就是芦笋呢，基本上要到第3年之后再食用会比较好。不过你看这根的这个粗细度哦，看起来真的就是已经是跟外面市售的芦笋差不多了。今年种在这里面哦，这些小白菜的生长就蛮不错的。这边有2株单体不出的番茄，那番茄依照去年的经验，因为它会长得很大，所以我们给它独立的一个小区域。这个棚架老实说没有很稳啦，但加减堪用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野菜区啦，野菜区里面都种满了各式的野菜哦，那也有罗勒。这边的小白菜也是长得算不错啊，不过它这里可能阳光少了一些，所以它有点不太有精神。那这个区域呢，我们种了一些甜椒跟辣椒。那依照去年的经验呢，它们应该都是会长得相当的不错。这边还有一些樱桃萝卜，除了好吃之外呢，也要美观，所以我们还买了薰衣草回来种，给它的一个小盆子。这边里面种了那个茨城很有名的那个紫色的那个花，
该有一些小小的芽哦。前几天下雨的关系，它们已经开始有一点冒芽出来了。那在北海道哦，其实真的要搞这些花花草草的东西，确实不容易。即便是5月了，晚上的气温呢，大概其实也都还在。可能只有10度，甚至前几天哦都是低于10度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有这样的温室哦，植物才能够长得比较好。今年呢，丹提为了让整个田园生活更chill一些呢，除了这个温室之外呢，我们还搭了这个东西。我们就是用这个搭帐篷天幕的概念呢，从我们家的后面啊，大概搭了一块这个遮阳棚。那本来呢是不想要用到帐篷的银柱的哦，但我们还是牺牲了1根跟2根的银柱，然后加上一些银绳哦，那我们就组成了这个遮阳棚。这个呢就离丹提的田园生活梦想又更进一步了。最后这个黑布哦，就是我们今年整体的一个防杂草的措施啦。去年其实也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地方啊。虽然土壤贫瘠，但是杂草哦那个长的速度哦真的是会吓死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呢就用了这样子的一个黑布，在我们的温室旁边以及我们的大概这个活动区哦，我们都尽量用黑布把它罩起来，让它们虽然有水，但是看不太到阳光，那就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它们生长。在春天的北海道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哦都在自己家里的后院啊，或是旁边啊，规划出一块小小的区域，可能种花，也有可能种菜。那毕竟春天的北海道真的是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。那在自家后院泡杯咖啡，来点点心，加张桌子，加个椅子，欣赏一下，观察一下自己努力栽培出来的植物们哦。这个就是理想中的北海道生活啊！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分享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对于丹提的这个小农夫生活啊有兴趣的话，丹提也特别开了一个 Instagram 哦，网址在这边，一样会放在影片的说明栏当中。如果大家想要看看哦这个小菜园的一些植物的生长状况，还有收成状况啊，丹提都会用一些照片以及一些小影片的方式分享在上面哦，大家不妨追踪起来吧。那最近天气呢也开始回暖了，可以四处爬爬走了。下支影片大概就不用再关在巨站这个区域了吧。我是北海道知识丹提，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薄荷真的是生命力顽强啊，随便把它丢在雪中了，它就过冬了。香的。会员宣传时间，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，就能知道丹提会员都在 B 下面忙。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，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，请喝咖啡，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。放心，绝对不会爆炸，只会获得丹提满满的感谢。